重生归来，我第一时间拉着女友闻遍禁忌纹身，她闻精卫，我闻盘古，她满背9天玄女，我前胸东皇太一，我甚至动用她的2000万存款买下一座废弃监狱。所有人见此都笑你女友是当代 T0恋爱脑。原来在不久后，全球血月降临，天地异变，所有生灵都将变异。平日里微不足道的蚂蚁，一瞬间便可化身成为100米巨兽，甚至就连一棵杂草都将成为参天大树。届时，无数人类将会成为他们的腹中之餐。但刻有纹身的人却惊骇发现，体表的纹身也跟着一起觉醒。有人纹了10殿阎王成为万鬼之主，也有人纹了神兽麒麟化身神兽镇守一方。而前世的我却因为体无纹身，沦为最底层的牲畜。如今重生回末世前2个月，我直接花天价请来了全球数百位顶级纹身师。此时的我来到窗前，望着碧蓝的天空，不由感叹：也就现在能欣赏了。等到6月1号凌晨到来，全球都将笼罩上一层厚重的雾霾，距离天地异变还剩2个月，应该还来得及建造一座大型避难所。届时一旦异变降临，任何生灵都将变得强大无比，人类几乎没有生存之地。而末世前期打造避难所是最好的选择。随后我拿起手机拨通一个电话：喂，董事长，请问有什么指示？电话那头传出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：给我查一查龙江市内是否有废弃的大型监狱出售。父母去世后给我留下的恒宇集团涉及数个领域，房地产便是其中之一。现在与我通话的正是负责房地产板块的总经理江拓。董事长，据我所知有2个，一个在西郊的戈壁区，总面积有50多万平方米，比京都的天安门广场还大不少，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，现在的售卖价格为7个亿。另外一个就他了。我打断他的介绍，西郊那片荒凉地带简直不要太合适。董事长，您是要？江拓不解的声音传出：立刻给我联系这座监狱的负责人，以最快的速度将这座监狱收购下来，然后开始施工。围墙高度至少要数百米，厚度至少2米，用钢筋混凝土打造，地面同样如此，而且地层与表层还需用钢板铺盖。我的目的是打造大型避难所，物资至少要储存够几千人吃3年，越多越好。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对面的江拓听完一阵蒙圈。董事长，我大概算了算，按照您的要求建造，加上收购的7个亿，至少还得再加30-40个亿。我给你100个亿，务必在50天内完工。如果100亿不够，随时给我电话。记住，给我打造成一座末世堡垒般的存在，钱不是问题。以我父母留下的公司和自身财富，钱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串数字罢了。而且天地异变后，联合国为稳定局面，将会推出统一的交易货币，到时候也就只有黄金之类的值钱。我已经打算出售恒宇集团，把剩下的钱全部低价收购黄金。好有董事长这句话就行，只要能不惜代价投入金钱，我亲自监工，50天内一定让您看到一座坚不可摧的末世堡垒。财务部那边我会先给您开通100亿交易权，去执行吧，越快完工越好。我说罢便挂断了通话。避难所事宜交代完毕，现在只等世界顶级纹身大师上门。随后我在豪华沙发上坐下，上网搜索哪些纹身最厉害，最后选定了10个至强的邪魔纹身。这些纹身刻到身上，待天地异变纹身觉醒时，我都不敢想象会有多强的力量。记得前世那些刻着青龙、麒麟之类纹身的人，都站在了这颗星球的顶峰，但异兽之中也并非没有能与之对抗的存在。昆仑山上有一条金线蛇，1年化蛟，2年化龙，第3年进化为一条金龙。峨眉山上有一尊猴王，强悍无解，全球的猴子都归他统治。天地异变后，具有野性的动物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。无数庞大的兽王开始肆虐横行，前期人类依靠着核武等强大热武器震慑，后期依靠超文者手。傍晚时，一辆黑色豪华商务轿车缓缓停在别墅外的停车场上，副驾的门打开，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位身穿职业西装、身材高挑、染着一头酒红色长发的性感女子。后座此时也下来一位美艳女子。卡里姆女士，请。沈之夏上前向后者做出一个请的手势。卡里姆打量了一眼四周环境，随后才迈步向别墅走去。而此时的我已通过人工智能的提醒，知道是沈之夏等人来了。片刻后，我穿着一身黑色睡衣来到客厅。董事长，这位是卡里姆女士，全球闻名的纹身师。您好，叶璇晨先生。卡里姆起身微笑，伸手示好。我伸手与之相握，随后在对面的沙发坐下。卡里姆看向我，开门见山：请问叶璇晨先生需要纹什么样的纹身？我抬眸微微一笑：我需要纹10个，分别是罗帅、阎王、邪神、黑龙、死神、修罗、蚩尤、齐天大圣、哪吒。叶璇晨先生，不知您是否迷信？盯着我要纹的这些纹身，饶是见多识广的卡里姆都吃惊不已。对于您口中的这些纹身，我也颇有研究。我品了口茶：你只需聚精会神，拿出最好的状态给我纹便是，能否压得住那是我的事。既然叶璇晨先生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。女士舟车劳顿，先休息一晚，明日中午便开始如何？卡里姆点头同意。次日下午，我的房门外，沈之夏静静等候着。傍晚太阳下山时，房门才打开。卡里姆从屋内走出。女士如何？沈之夏见状上前询问。卡里姆向他点头。沈小姐，你们董事长的纹身刻画得很完美，这是我毕生最专注的一次。叶璇晨先生让我也给你刻一个纹身。闻听董事长也要让自己纹身，沈之夏愣住。必须刻一个。我严厉的声音从屋内传出。听着耳边的严厉之音，沈之夏无奈答应。给我在手臂上刻一个。刻一个女罗刹。他的话还未说完便被我打断。沈之夏愣在原地，最后只能无奈点头。片刻后，我赤着上身从房间走出，只见身上已布满了纹身。纹身觉醒时，身上刻的纹身
越厉害，届时所遭受的痛苦也就越强。刻着这身纹身，说不定我会爆体而亡。前世我并非超文者，只知道觉醒过程有一些痛苦，但我现在也是豁出去，不成功便成仁。9点左右，我送走卡里姆等人。此刻房间内的沈之夏望着我，满脸不解。不久后你会对我感恩戴德。我看了他一眼，转身离开。让他纹身，完全是看在他跟了自己6、7年，算得上是个靠谱。回去之后跟财务说一声，给江拓开通100亿资金使用权。听闻此话，沈之夏打算询问，而我从来不喜欢解释，快步向前走去。时间匆匆，转眼来到5月1号劳动节这一天，监狱那边20几天浩浩荡荡的开工，被很多网络媒体播报，甚至有很多主播现场直播。几千名工人日夜轮班，才28天就建造了2/3多。按照这样的速度，不出意外，再有10几天就能完工。普通人都觉得是这些富豪有钱没地方花，没有谁会往灾难即将降临这方面去想。而我根本不管外界的议论，这1个月来一直在健身。前世我就听说过，纹身觉醒时如果体质太弱，有可能会承受不住而死亡。我必须在这2个月中把自身状态调整到最好。就在这时，手机传来一条短信，拿过手机一看，是一笔高达900多亿的进账。同时，沈之夏的电话打了进来，刚接通便听他的声音传出：“董事长收到钱了吗？”我轻应一声满意道：“事情办得不错，快回来吧。”董事长，我……沈之夏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开口：“在我看来，您现在的做法太堕落了。另外，收购恒宇集团的那边高薪请我留下，我是个比较要强的女人，无心留在一个变卖父母产业、花费上百亿打造无用之地的男人身边。可以，你上个月的工资我会打到你卡上。”我淡淡说罢，面无表情地挂断电话。沈之夏的离开对我没有半点影响，人各有志，现在离开，以后想再回来，那就是痴心妄想。老大，别墅外走进一位身穿黑色西装的魁梧男子，我端起茶杯抬眸询问：“事情办得如何？”老大，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陆彪嘿笑一声：“我们100来个弟兄都纹上了恶魔纹身，而且这些兄弟都是孤儿，没有任何牵挂，对老大您绝对忠诚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压低声音：“老大是不是末世要来了？”不错，我并未对他有所隐瞒，因为他是过命兄弟，曾为我挡过一刀。难怪老大您动作这么大。那纹身和末世有什么关系？到时你就知道了。我说道。陆彪为了避免意外，西郊的工程你带人去监督，最好在10天内完工，然后还要花几天时间运送各种物资。陆彪重重点头：“老大，我这就过去。”他走后，我拨打了一个神秘电话：“小爷啊，这1个月来你弄出的动静着实不小啊。”电话刚接通，便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：“秦正红老见笑了。”我客套了一句，继而开门见山：“我想购买1600亿的黄金，秦正红老能否帮个忙？”“你要这么多黄金做甚？”“秦正红老能否别问。”说着，我直接给对方账户转账10个亿。没有谁比我更清楚，这些钱在灾难来临统一货币发售时都将贬值得很厉害。好帮你。对面兴许是看到进账的短信，刚才还询问情况，现在则一口答应下来。有劳秦正红老了，1个星期内能否处理好？可以到时一手交黄金，一手交钱。与之稍微瞎扯几句，我才结束通话。时间匆匆，转眼来到5月28号这天，龙江市西郊戈壁，斥资近100亿，占地50余万平方米的大型避难所，犹如一座小城市坐落于此，给人的视觉冲击非常之大。厚重的城墙高达600米以上，厚约20余米，每隔一段距离便矗立着一座发电风车，高空之上电网覆盖，以防凶禽袭击。城墙上固定摆放着不知多少个太阳能电板，不仅是围城使用钢筋混凝土，避难所内的地面亦是如此，甚至底层和表面都覆盖着厚重的钢板。天地异变后，除纹身者外，万物进化，老鼠、蚂蚁这些危害极大。围墙内放眼望去，座座楼房林立，至少可提供几万人生存。我的天啊，何等一座庞然大物！龙江市首富建起这么一座避难所，这是要做什么？听说他把恒宇集团都出手了。难道小说电影里的末世真要来临了？避难所外围围着许多主播以及不惜千里迢迢来看热闹的人群，望着眼前这座庞然大物，无不震撼绝伦。沈小姐，以你和她的关系，这座避难所的内幕真一点都不知道吗？一辆豪华的商务轿车内，后座一位言谈举止尽显贵气的绝美女子，目光从远处的庞然大物中收回，继而看向身边坐着的沈之夏。这位正是收购恒宇集团的幕后之人，京都5大家族之一的夏家千金夏雨。沈之夏苦涩摇头，老板真的什么都没跟我讲。如果你对他有所了解，应该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他我肯定了解，我与他打过不止1次交道。确实是个让人难以看透的男人。据我所知，前几天外界运输进去的物资，只要保存得当，至少能让万人生存3年以上。他为何要如此？何止他疑惑，龙国不知多少财团对此皆感不解，但都没往末世这方面去想。不过即使他们知道，也来不及做什么。就在这时，远方大地上尘土飞溅，100余辆军用吉普车前呼后拥着一辆豪华商用轿车朝这边行驶而来。来了，各位铁子们，请看，这应该是龙江市首富叶玄尘的车队。在场的主播们纷纷将手机对准浩浩荡荡驶来的车队，车队无视大大小小的主播与人群围观，在那厚重无比的钢铁巨门外停下。此时厚重的铁门缓缓打开，随后车队进入避难所。董事长，不负您的厚望，这座避难所我无愧敢以性命担保。江拓在我对面坐下，拍着胸膛保证。现在您该告诉我为何要建造它了吧？陆彪给我斟了半杯红酒，嘿笑道：“当然是。末日即将来临，就在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。”什么？江拓听得此言，脸上露出迟疑之色。陆彪见状笑道：“信不信随你，反正我对老大的话是100个相信。如果你也相信，这
这2天最好带着你的家人一起进来。陆彪张嘴欲言，我抿了一口杯中红酒，不急，你有1天的考虑时间。我信明天便把家人带过来，反正6月1号就快来了。若真有万幸若假也无影响。接下来我在江拓的带领下，参观了这座斥资100亿的大型避难所。电力来源有风车发电机、太阳能电板及5万台大型发电机，持有储量30万吨以上，防护措施都做到了极致。身在这里唯一担忧的便是覆盖天空的电网出现电力不足的情况，还有几座工厂坯，如服装厂、食品工厂、生产日常用品的百货厂等，还有一些农田区、蔬菜区，各式各样的种子储备了许多。至于肉类，彼时只需猎杀那些变异的怪兽即可。在避难所内巡视一圈，已到傍晚时分，我几乎每个重要地区都亲自看了一遍，总体而言非常满意。转眼时间便到了5月31号，夜晚避难所内灯火璀璨，但却显得很是冷清。观天台上，我正和陆彪在此喝茶闲聊，夜空中星光点点，银盘高挂，风平浪静，连一点前兆都没有。哈哈哈！陆彪喝了一口茶，内心中兴奋之意难以言表。秩序崩塌的时代开启倒计时了，我露出一抹邪肆笑。两人闲聊间，时间过得特别快，转眼已是来到11点55。此刻避难所内只有江拓一家3口，以及陆彪手底下的108位弟兄，且都刻上了纹身。我看着夜空，缓缓道：“今晚是个不眠之夜。”58分了。陆彪心潮澎湃，眼睛死盯手机里的倒计时，随着时间指向11点59。骤然间，苍穹上亮起了一道4把整颗星球大气层分开的血色闪电，随后轰然炸响，妖艳的血光照亮整个全球黑夜。当光芒消失后，那轮原本皎洁的月亮，此刻却是如血般鲜艳，映照着整个黑夜，散发着诡异之光。随着午夜钟声12点敲响，好兄弟陆彪忽然抱头惨叫：“老大，我脑袋好像爆炸了！”身上刻的纹身好热，像是要破体而出。此刻他背后刻着的黑虎，胸前刻着的魔王纹身，仿佛有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要破体而出。随后陆彪直接昏死了过去。而我正欲上前询问时，忽然张嘴猛咳一大口鲜血。该死！我脑海中似乎有11股狂暴无比的精神力，肆虐似要把我的脑袋都撕碎。与此同时，左臂的黑龙、右臂的白虎，以及全身的各种纹身，皆涌现一股炽热无比的温度，汹涌的力量在我体内横冲直撞，我体内骨骼开始碎裂，短短几个呼吸间已是濒临死亡。紧接着我体内忽然传出黑龙、白虎、麒麟的咆哮之音，震得我肉身崩裂。要死了吗？此刻的我很绝望，模糊间似看到眼前有黑龙在盘旋，有死神在俯视，有修罗在残忍大笑，有大圣与哪吒在嘲讽，有骷髅在怪笑，有蚩尤在轻蔑斜视，有高高在上的罗喉宛若蝼蚁看我。果然还是承受不住，没想到重活一世竟是这样的下场。怀揣着浓浓的不甘，我无力地闭上眼睛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右手掌心中的那一道诡异印记，此刻却是散发着微弱的灰白色光芒，注入了我的体内与脑海之中。奇迹般的一幕出现，我降至极限的生命波动，不仅在转眼间稳定下来，并且开始迅猛的复苏。纹身各处此时都在闪烁着不同颜色的光芒，随后11个纹身虚影自我体内涌出，最后都归隐回我体内，甘愿臣服。与此同时，全球各地随着异变发生，纵使一株小草在顷刻间进化为几米高，坚韧与锋利程度能轻松贯穿人体，动物在变异期间也在不断发出尖锐高昂的咆哮。那些家中养着宠物的人都惊呆了，家猫家狗之类的忽然体型暴涨，看着比猛虎还凶残，但都没有伤害主，虽有些狂躁，但都开启了灵智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铁避难所的围墙外，一双又一双发光的眼睛闪烁。好在这座避难所目前而言是绝对没有危险。不知过去多长时间，108位刻着恶魔纹身的弟兄们纷纷苏醒。好强的力量，这就是老大让我们刻纹身的原因吗？感受着背后恶魔纹身内源源不断的力量，他们皆露出不可置信之色，尝试动用恶魔纹身的力量。霎时一具恶魔铠甲覆盖全身。观天台上不久后，陆彪也悠悠醒来，随后他倒吸一口冷气，捂着身体。他被刻黑虎，胸膛刻着魔王，2股恐怖之力在体内交织，尝试动用黑虎之力，瞬间浑身上下覆盖上一套酷炫绝伦的黑虎战铠。还有这种操作，然后他再尝试动用魔王纹身，顿时黑虎铠甲进化变成了更酷炫的魔王虎铠，一双科幻味道十足的虎纹王翅微微震动间猛地冲天而起。随后他居高临下，看到了广场上聚集的108位弟兄，轻轻振翅间轰然一声落在这里。彪哥太牛了！一众穿着恶魔铠甲的兄弟们上前，脸上都有难言的兴奋，确实牛逼。话说你们见到老大了吗？他们摇头都言没见到。随后陆彪散去铠甲，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去老大房间看看。与此同时，在卧室内，我刚洗完血迹出来身上的纹身，经过觉醒之后，像是活物一般，给人的压迫感非常之恐。望着手中的灰白色诡异印记，我知道是他救了自己。你到底有什么来头？我不禁自语，对这块印记的神秘感到无比好奇。现在的我即使还未动用纹身真正的力量，肉身之力便强得一塌糊涂。纵使穿甲，但我感觉也能徒手接下。意念一动间，眉心处的血毛纹身散发妖艳的血光，随后纹身消失在我身前，化作一根长毛。意念微动间，血毛便如一道闪电在房间里穿梭。接着我继续催动修罗纹身，瞬间一具暗红色铠甲覆盖全身。催动黑龙纹身，我身上的修罗铠甲发生变化，覆盖上一层黑色龙纹，无形间散发的气息更为暴虐凶烈。催动白虎纹身，身后一阵白光涌动间，竟幻化出36把虎纹飞刀，静静臣服于我背后。可我突然发现，每次只能同时动用4种纹身之力。催动大圣纹身，顿时一股恐怖的力量自体内升腾，背后
神无伟岸的大圣虚影浮现，狂暴的力量源源不断在体内汹涌，催动麒麟纹身。我身上覆盖上一具黑色火焰流转的麒麟铠甲，力量骤增。这时候我发现又无法催动其他纹身了，当即散去麒麟铠甲与大圣虚影，催动死神纹身。我身上瞬间乌黑的死气弥漫，随后死神套装遮体，体内涌动的死亡之力宛若来自地狱深渊。催动死神纹身，掌心之中一把长长的骷髅镰刀浮现，流转着阴森窒息的气息。催动它们之后，又无法动用其他纹身，然后我散掉它们，尝试催动罗喉纹身，顿时一口老血喷出。以我现在的肉身，竟然无法催动它，不愧是魔祖罗喉，和其他纹身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。随后我催动蚩尤纹身，一股强大的力量自体内爆发，体表上覆盖一层灰色的铭文，流转着压抑的灰色光芒。催动哪吒纹身，不料蚩尤纹身直接解体，我整个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竟然变成了魔童降世里面觉醒了的哪吒。我知道现在的纹身都才1级，并非是无敌的，前世有不少超纹者修炼至了9阶，实力之可怕，抬手间可推平一座大山。接下来我探索着各种纹身的特点，白虎纹身单独催动，也是以铠甲的形式出现。我目前的肉身强度根本承受不住3重铠甲叠加，我的修罗铠甲和黑龙铠甲强度都太高，单独拉出来一个强度都比路标的双重铠甲高。与此同时，城市里异兽正横行肆虐，开启了灵智的他们还懂得冲入居民房猎杀人类，大批军队出动，坦克战斗机救援。此刻龙江市某别墅小区一座豪华别墅外，一条变异的藏獒犬，体型足有面包车大小，趴在这里镇守。而在藏獒犬镇守的那座别墅大厅里，夏雨宁正缩在沙发上面，听着外面的吼声和隔壁别墅内那些凄厉的叫声，深深的恐惧与绝望笼罩着他。所幸的是，他养的那条藏獒犬一变后并没有伤害他。刚才他打过电话回去，家族中也乱成一团，根本没心思再管他。突然，门外的藏獒犬发出咆哮：“雨宁姐，你在里面吗？”与此同时，沈之夏的声音传来。闻声，夏雨宁微微一愣，他怎么能来到这里？别动手，是自己人。说话间，夏雨宁起身快步去开门，只见他的藏獒犬正龇牙咧嘴地盯着不远处一位铠甲之体，从其凹凸身材来看是位女子。沈之夏见他出来，散去头盔道：“雨宁姐，是我。”夏雨宁满脸震惊地望着他，不解地问：“身上的铠甲从何而来？纹身来的？”真预料到末世，还知道纹身能觉醒。听完沈之夏这番话，夏雨宁呆若木鸡，然后夏雨宁羡慕地看着他：“谢谢你这时候还能顾上我。”雨宁姐，我送你去避难所那边吧，留在这里也不见得安全。送我？那你呢？沈之夏面露苦涩，他深深明白自己已无法再回到那个男人身边，是把家人送到军队手中才来这里。夏雨宁确实很担忧。沈之夏分析道：“现在你的管理能力这么出众，他应该不会拒绝。”随后夏雨宁点头决定出发。与此同时，钢铁避难所外聚集着许许多多的异兽，好多异兽，这数量看着都有几千之多。这群畜生想挖洞进来。108位弟兄都穿着恶魔铠甲，在此看着外界肆虐的异兽，无不蠢蠢欲动，想出去用他们来试试自身铠甲的厉害。忽在此时，一大群战斗机大小的乌鸦席卷而来，直奔覆盖整座避难所的电网扑去。顿时电光四溅，10万伏特的电力，岂是他们能承受？触碰上去便浑身僵硬。不多时，我带着路标快步上来。老大，众人见状纷纷上前问好：“怎么样？对这身铠甲可否满意？”只能说牛逼！老大，你可真是先知啊！紧接着，我便安排他们随我出去，把围墙下的异兽都清理干净。他们体内都蕴含一颗晶核，这些晶核能帮助我们修炼，提升纹身的级别。我们的纹身还能升级吗？众人闻言双目放光。我笑道：“这是一个属于我们的时代。”意念一动间，修罗龙铠加身，恐怖的气场冲击的众人心神，震颤身上的超纹仿佛都受到极大的压制。老大，你这身铠甲真猛啊！路标眼睛瞪大，不光是2个纹身觉醒时，都差点丢了性命。你纹了这么多，是怎么熬过来的？其实我也差点挂，算是侥幸存活。心中的诡异印记，我不可能与任何人讲。就在此时，一道穿金裂石的长啸荡来，抬头望去，只见一头柯基般巨大的狐物鹫在血色的映照下横空扑来，盘旋在电网外面。这里是戈壁生存的动物，品种不少，数量最多的便是沙鼠。很快，狐物就死盯着我，突然竟张口从嘴里吐出一道能量光束，直奔电网爆射而去。光束落在电网上，并无想象中被轰出一个窟窿，只是晃动了一下，毫发无伤。就在这时，江拓大笑着上来，这可是世界上强度最高的合金电网，而且还安置有泄力装置。路标长松口气。这些异兽还能口吐能量吗？何止会吐能量，等他们再进化一段时间，还能施展出一些强大的神通。我淡淡道：“去武器库拿武器吧，接下来是我们的猎杀时刻。”随后，我望着盘旋在外的狐物鹫，这只畜生交给我吧。众人闻言重重点头，浩浩荡荡下去转。老大，你会飞吗？要不他就交给我吧。路标说罢，同时催动黑虎魔王2个超纹，瞬间带着翅膀的魔王虎铠附体，精神力不就可以做到吗？说罢，我召唤黑龙纹身，随后身形移动，直奔避难所那座厚重的大门飞去。每一道超纹觉醒时，都将给宿主带来一股庞大的精神力。我11道超纹带来的精神力，其浩瀚程度极为恐怖。这也行，不愧是老大。我先去拿把合金砍刀，超纹能幻化出铠甲，但并没有武器。路标快步跟上，几个呼吸间，我来到铁门前，按下开关。红黑双色的修罗龙铠纹路，纵横的黑色龙纹，流转着暴虐窒息的气息。意念一动间，眉心处的血毛超纹觉醒，化作一根血毛出现在我掌心中。此时铁门已开出一道可出去的缝隙，我提着血毛从门缝中走出。随着我的出现，聚集在此的数百只老虎般大小的沙鼠
沙蟹、沙狐等嗜血兴奋的目光纷纷锁定了我，张嘴咆哮着，一拥而上，似在争先恐后的抢夺猎物。随着一阵沙土飞扬，我的身影原地消失。在现身时，手中血矛已是贯穿一只巨大的沙蟹脑，继而恐怖的力量爆发，沙蟹整个脑袋炸碎。这时，附近的数只沙鼠张开大口扑杀过去，我速度非常之快，身形微动间，血矛的光芒骤闪，鲜艳的血液洒满一地。当扑至近前的6只沙鼠，脑袋统统与身体分家。我的超纹虽然只是1级，但可都是出自卡里姆之手，且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纹身。任何一道觉醒时暴涨的精神力，便可让90%的觉醒者丧命。若无长心中的灰色印记，我必死无疑。这时，身后一条长达近2米的沙虎张开血盆大口，直奔我脑袋撕咬过去。我一个横移来到对方上空，砰然一声，狠狠将之碾爆在地上。与此同时，左边6只沙鼠暴掠而来，发出尖锐的叫声。下一秒，血毛横空，血色的雷霆闪烁，横扫而过，6只沙鼠纷纷爆碎而亡，分别掉落一颗食指大小的乳白色晶核。老大，我来了！那只狐就好像要跑，你快去追它！下一秒，我横空而起，朝着那只狐物就逃窜的方向追去，而陆彪也是异常凶猛，周身虎煞之息，激荡魔王之力流转，提着砍刀冲入异兽群中，砍瓜切菜般屠戮起来。陆彪刚砍杀几只异兽，108位身穿恶魔铠甲的弟兄就蜂拥而出，加入屠杀。2000多米的高空之上，我速度惊人，疯狂追击着那头逃窜的狐物鹫。狐物鹫转头看了一眼，从追杀他的这个人类身上感受到极大的威胁，灵智不下于人类的他玩命的跑，提不起半点勇气与之战斗。然而距离被快速拉近，如此下去，不出1分钟将会被追上。狐物鹫焦灼的连连长啸，往后面张嘴间吐出数道能量光束。可让他惊悚的一幕突然出现，追杀他的人居然轻轻松松抬手便击溃了他吐出的能量光束。忽然狐物鹫羽毛炸裂，转头一看，亡魂皆冒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根雷霆骤闪，狂暴无比的血毛，眨眼之间便已至近前。随后我猛力一拳，直接打爆了狐物鹫的尸体。一颗婴儿拳头大的晶核映入眼帘，异变初期能有这么大的晶核，若给他一些时间成长，将是人类的一大祸害。随后我拿下这枚晶核，折返异兽群。异变初期也有刚一变异就非常强大且潜力无穷的异兽，这头狐物就便属于这一类。不过现阶段我是绝对无敌的存在。夜色中，一只体型是老虎3倍之巨的黑猫，背上驮着一位女子，速度奇快无比，正在往避难所那边赶去。小黑再快点！黑猫背上的女子，一张精致洁白的脸上满是苍白，戈壁上的黑夜中似有无数道眼睛盯着她。这位女子正是网红大主播宋新婉，能活到现在是因为她的宠物猫异变后实力强悍。现在的她一心只想进入那座避难所，在她看来，现在的龙江市只有那座避难所是安全的。此刻的我犹如一尊杀戮机器，每分钟至少可杀几10只异兽。待大半个小时过去，围墙下血染满地，放眼望去皆是异兽残缺的尸体。屠杀干净之后，众人开始收集异兽体内的晶核。老大，太爽了！避难所唯一的厚重铁门外，陆彪提着滴血的合金战刀回来，铠甲上也沾满了异兽的血液，似乎还杀得不过瘾。但我却没有回应他，而是抬头看向远方。老大怎么了？以我们的实力，难道有什么能让我们感到忌惮的？随即我收回目光，沙漠行军蚁威胁倒是算不上，但需提防。陆彪闻言很是疑惑，我们龙国境内怎么会有这种生物？因为这里曾是一座监狱。上个世纪为防止逃犯越狱，从非洲引进了一批沙漠行军蚁，培养在这片戈壁之上，震慑罪犯。虽然已经过去将近1个世纪，但他们还存不存在并不好说。这里血腥味如此浓郁，说不定会将之吸引而来。我立马补充道，以防万一，让兄弟们尽快收集完异兽晶核。真有沙漠行军蚁出现，对我们而言好处大过坏处。上一世我便听说天地异变的几个月后有沙漠行军蚁出没，所以我才把避难所建造在此，目的很简单，杀蚁取经，快速崛起。但我明白，现在才只是开始。城市内的异兽容易解决，山林野外中的异兽却很棘手，威胁最大者莫过于占据这颗星球71%的海。届时以亿万万计的海怪爬上陆地，那才是人类真正的绝望时刻。前世所有沿海的城市都遭海兽摧毁，数量之庞大，无法阻挡。因此我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崛起。众弟兄们在得到陆彪的通知后，都以最快的速度收集晶核，约10多分钟左右，每个人手中都提着几大麻袋晶核，聚集在大门外。就在我准备让他们先回去炼化时，远方忽然传来一道喵吼，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黑猫正以每秒10多米的速度狂奔而来，其背上似乎还有一位女子。几个眨眼间便已来到众人近前，这不是大网红宋新婉吗？陆彪一眼便认出黑猫背上的女子，调侃道。而这时宋新婉见来到了避难所处，一颗紧绷的心才放松下来。大哥们能不能让我进入避难所？放心，我不会白住，打杂扫地这些我都可以做。看着他们都身穿炫酷的铠甲，以及地上大片的异兽尸体，他心中很是疑惑，但现在不是问这些的时候。随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，觉得我应该就是龙江市首府，这座避难所的主人。见状我同意了下来，希望你能说到做到，我这里不养闲人，大哥让我往东，我绝对不会往西，我保证的保证，天打雷劈我都不会跑偏的。与此同时，在前往避难所的那条国道上，一条面包车大小的藏獒犬正风驰电掣的奔跑，背上载着2个女人，正是夏雨宁和沈之夏。突然一道红色身影挡在他们前面，藏獒犬见状立马咆哮，张开血盆大口向那道人影扑去。可是后者速度极快，微微一侧便躲闪过去，大声说道：“姐姐，是我夏萧啊，通过手机定位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”刚被吓到的夏雨宁定睛望去，脸上顿时露出喜色。
只见那是一位穿着炎龙铠甲，看似18、19岁的男子。沈之夏惊讶地看着他，这是炎龙铠甲，难以置信，居然有人会在身上刻画这种东西。闻声，夏萧转而看向他，瞧着其身上的铠甲，知道他也是纹身觉醒者，低声笑道：“我还有个帝皇铠甲，姐，你们这是要去什么地方？我去西郊避难所，弟弟我们一起过去。”哼，去那铁笼也不见得安全，跟着军方走才是正确的选择。沈之夏立马赞同：“雨宁姐，听你弟弟的，军方更安全。”那好吧，我们不去了。此时西郊戈壁的一方山丘之上，隐约可见密密麻麻拳头般大小的蚂蚁覆盖整座沙丘，席卷而过，所去方向正是避难所那边。而目前高达600、700米的避难所内，灯火璀璨。在刚才的猎杀中，总共获得21321枚金核，我留下5000枚，其余的交给弟兄们分配。分配完之后，都各自回去修炼，通过精神力便可吸收金核内的纯粹之力。随后在别墅大厅里，我散去铠甲，望着在身前站定的宋新婉，除了会直播乞讨，还会什么？宋新婉听闻，立马低声说：“我都可以学习，我诞生到算了。”听得此言，宋新婉心中一颤，哭腔着上前抱住我的大腿，可怜巴巴地说：“我开直播给你赚钱，钱都给你。”我对他刮目相看，你倒是看得长远，现在虽乱，但局势没几个月便会稳定下来，届时你们直播行业依旧火热。这时站在旁边的陆彪于心不忍，低声说道：“老大，要不就让他留下吧。”行吧，他就交给你了。很快，在卧室中，我盘膝坐在床上，运转精神力，将5枚金核吸收炼化，丝丝缕缕的乳白色能量入体，先是游走一遍肉身骨骼细胞，然后便会被11道纹身分别吞掉。现在已经是凌晨3点多，在修炼中时间过得极快，转眼间黎明破晓，但天空却死气沉沉，厚重的灰色雾霾笼罩大地。与此同时，京都会议大厅外面有3头几10米高的国宝熊猫镇守，外加全副武装的军队和坦克。那些动物园里的熊猫本有6、7岁智商，异变之后智商已可与人类比肩，且都知道自己是国宝，一直被好吃好喝的养。现在国家有难，他们岂能不帮？现阶段他们绝对是异兽中的天花板。三角会议桌旁，3位5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相对而坐，此刻都满脸凝重，望着桌上投影光幕内的破败景象。军部萧破军沉声说道：“这场异变太突然了，打得我们措手不及。听说叶玄辰4月份就斥资100亿打造避难所，莫非他能预知未来？”兵部尉迟峰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当时我们都没当回事，他到底是预知未来，还是恰巧碰上？”而户部裴仲谋却说：“你们信这天底下有这种巧合？叶玄辰此子绝不简单。”说着，他在虚拟屏幕上滑动几下，把卫星视频切换到避难所那边。当见到那边的景象，在座的3位无不倒吸一口冷气。映入眼帘的是无边无际的行军蚁，皆有成年狼狗般的体型，黑压压地围住整座避难所，并疯狂地往围墙上爬去。可当爬到10多米高度时，皆被带电的钢板电击落下。要不要派战机轰炸支援，帮一帮叶玄辰？他知道的或许很多，如果就此死掉得不偿失。先看看，如果没有办法再派战机把卫星网络打开，到时候好联系他。目前龙江市总共有6个地下避难所，每个皆可容纳10余万人。在不少超文者的帮助救援之下，军方在这一个晚上救了将近40万人前往避难所。此刻在龙县区某地，数百位军人全副武装，开着10辆坦克、10几辆可容纳100余人的大巴车和数辆军用吉普车。现在的大巴上几乎都坐满了满目惶恐的人。肆虐在小区内比猛虎还巨大的老鼠，悍不畏死地冲击着军队的阵型，纵使火力覆盖都有些清理不过来。夏萧持着炎龙刀，沈之夏也在这里帮忙击杀那些冲到近前的老鼠。除他们2人外，还有10几位超文者相助，但其中只有1位是铠甲超文者，其余的都是增强自身力量的超文者。在他们的相助下，不到1个小时便杀出数以万计的老鼠包围。他们似乎都不知道异兽体内有金核，可提供超文者吸收，都没管那些异兽尸体。杀出鼠群包围圈后，夏萧和沈之夏同坐一辆吉普车。之夏姐，你这身铠甲可以啊，以后咱们组队猎杀异兽，我们联手没什么办不成。沈之夏轻声一笑，哼，可以，他也有组队的想法。这时夏萧很是骄傲地说道：“放心，我还有一个帝皇铠甲，背后纹帝皇，胸前纹炎龙，我是真正的铠甲迷。”万万没想到真觉醒了。与此同时，西郊避难所比城墙还高的观天台上，陆彪和108位弟兄皆聚集于此，望着围墙外黑压压的行军蚁，都感觉头皮发麻。江拓皱眉道：“这样下去撑不住，慌什么？咱们有30万吨石油，5万台发电机，顶住半个月绰绰有余。这些蚂蚁死定了。”突然广播响起我的声音，全体在门口集结，这些蚂蚁将成为我们崛起的养料。另外开启全球直播，我要让世人看看什么叫这世界上绝对安全的避难所。至于树大招风之类的都是笑话，核弹之下我亦无惧，即便真有核弹袭来，我也能在其落地之前催动白虎飞刀，在几千米高空之上将其摧毁。很快，京都最高会议大厅内，国家领导们一脸震惊，那些人竟都穿着超文铠甲。卫星捕捉回来的画面正是避难所大门前，陆彪带着众人已经集结在此，并且都覆盖上了超文铠甲。见状，3位领导终于笃定叶玄辰知晓末世内幕。兵部尉迟峰开口道：“不用猜了，他绝对知晓末世内幕。”紧接着，只见屏幕内我走出别墅，瞬间穿上死神套装，手持骷髅镰刀，身上恐怖的死亡黑气弥漫。